I get up. Time is barely on our side. I don't wanna waste what's left. The storms we chase are leading us, and love is all we'll ever trust. Yeah, no, I don't wanna waste what's left. And on we'll go, through the wastelands, through the highways, till my shadow turns to sun rays. And on we'll go, through the wastelands, through the highways, and on we'll go. Hello， 大家好，我是巴拉，感谢回来我的频道。我的1911 M45A1 Phone 回来了。之前视频里说了，我买了一把 TSOS 的复刻呢是 Quote M45A1 1911，但是刚买回来的时候就被召回了，说是 Slight Release 的时候呢有走火的风险，现在已经修好寄回来了。TSOS 还很贴心的多放了一个弹匣在寄回来的包裹里边，对于召回带来的不便呢表示了歉意。这一点也要为 TSOS 点赞，不仅是他售后的态度，还有 Recall 的处理，还有他们维修的速度都是非常的顶尖了。Sig 和 Beretta 的售后也要加油了。好，那说回1911，对1911有了解的观众都知道，它是美军服役超过了100年的经典两枪。Bella 在右上角的视频里面也说过他们的历史，还有也细致的聊一下1911A1。1911一直是电影界的宠儿，未婚夫追杀情夫。一枪打爆坦克，再到我们的阿甘 Forrest Gump 舍身忘死，拯救了 Lieutenant Dan。还有我们的亚裔小哥 Glenn 大战僵尸。就连我们的明星杀手 John Wick 也和1911有一次过节，虽然还是有点不太情愿。Kimber 1911 45 ACP 7 round capacity. $7 rounds. $7 million gets you 7 rounds. 其实呢，有很多的影视作品，只要留心就可以发现1911的身影。还有一个关于1911的真实故事，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美国陆军中士阿尔文约克在打完5枪步枪子弹之后呢，德国人料定他在换弹药期间冲上来想要干掉他，而阿尔文中士呢，情急之下使用他的1911手枪击毙了6名持刺刀向他冲锋而来的德国士兵，因此还获得了国会的荣誉勋章。他的故事也让1911更加的受欢迎。1911呢，在美军服役101年之后，2012年的7月，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系统司令部宣布 Colt 赢得了新的 CQBP Close Quarters Battle Pistol 近战手枪的手枪合同。这一公告让1911的粉丝极为高兴，因为这就意味着这经典的1911将继续在军中使用。海军陆战队的 Colt M45A1 总共有3个版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版本呢，不容置疑就是交给军方的，华套上印有 USMC 的字样。USMC 呢就是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附带了2个 Wilson Combat 激发的弹匣。Wilson Combat 的弹匣质量之好，我在右上角的视频也聊过。比如图片中的这2把就是军用版本，沙漠色的 Cerakote 表面处理，底部附件1913 Picatinny 导轨，赛事级的枪管，华套上前后抓手槽，长实心的铝合金扳机，延长的双向拇指保险，延长的 Beavertail 握把保险 ，Novak 3点夜光瞄准器，沙漠迷
迷彩的 G10 握把，滑套上印有 USMC 标志，用 X 标记呢，表示呢已经从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这个小小的 X 在 UCMC 海军陆战队上面是海军陆战队要求的，一定要打这个 X 呢才能再卖。第二个版本呢是同一生产线上面生产的一个完完全全一样的版本，销往的呢是民用市场。第二个版本呢和海军陆战队的那个版本唯一的区别就是 UCMC 这个标志，而民用型号上呢是不存在这个标志的，用 M45A1 代替了 UCMC 这个字样。第三个版本呢是 Colt 定制的 Colt Custom Shop 的版本，它呢同时也是民用版本，手工安装手工制作，还有就是包装呢也考究了一点，还有配有一个不错的绿色的 Pelican 箱和清洁工具包。所有3个版本的序列号呢都有 EGA 序列后缀结尾，代表的意思呢就是海军陆战队的标志，鹰、地球和毛章 Eagle、Globe 还有 Anchor。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海军陆战队别具一格的标志啊！别看这区区的一把手枪啊，是非常的有仪式感。其实啊 ，M45A1 一开始服役的时候啊，就传出非常多的问题啊，比如才开了1000到2000发左右，它的 frame 就有裂开的现象，还有 slide 裂开问题，还有涂层质量的参差不齐。Colt 的质量呢，也让大家怀疑。我们来看图，实在是无法寄予厚望啊，感觉Colt 像是坐稳了官方御用，不再考虑质量。不过这次海军呢没有惯着它，马上啊把一开始有出现过度磨损的手枪470支是使用过的，530支是没有使用过的，全部退给了 Colt， 让 Colt 重新做，更新为 Iron Bond 的表面处理。Colt 呢确实做了一批重新给了海军， Colt 管他们叫离子镀层，总算啊是让海军满意了一次。但之前被退回来的货呢，总是要想办法给变现的，所以呢开放给了公众。这些手枪啊是自50多年来首次在民用市场上被提供的美国政府 government issued 的手枪。不过啊，仅仅服役了4年以后，2016年的9月30号，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这个时候宣布呢，特种部队使用的所有1911手枪将被格洛克19而代替。不过部队里面的替换是要有一个过程的，所以截止到2019年的3月，特种作战司令部侦察 Force Recon 和其他部队呢仍然在使用 M45A1。又过了几年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系统指挥部对一本杂志《战争地带》透露，他们已经从2021年开始把剩余的 M45A1 换成了新的 M18手枪，并于2022年10月完成所有的更换工作。此次的宣布呢，1911在美国的时代彻底拉下了帷幕。这些退役的 M45A1 被打上了 X 的标志，流向了民用市场，也并且成为了一批收藏品。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民用市场对这一批手枪的疯狂程度。这些炒上天的价格，本老师绝对不会抢这些手枪啊，实在是太贵了，于是就买了 T-Sauce 他们家的复刻版。其实啊，这个 T-Sauce 的复刻版到现在真的是好评如潮，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开箱。好，那打开之后呢，还是同样一些 accessories。如果你好奇 T-Sauce 有哪些 accessories， 可以参考我的1911的视频。这把枪的外观呢是这种沙色的，不知道为什么就对沙色的手枪啊有一种特别的喜好。我们现在把它拿出来清一下枪。好，里边是没有子弹的。好，那我们首先呢就来聊一下它的外观，然后再聊一下它的功能。这把 T-Sauce 的复刻的颜色是和 M45A1 第一个版本的 Cerakote 的颜色是一样的，但是之后那个 Iron Bond， 然后 Colt 叫他们 Deco Bond 的那个镀层呢，稍微是有一点就是棕色的那种感觉，看上去呢就有点不太一样的。而这把枪的 grip 呢也是 G10 grip， 然后它的颜色呢稍微有一点偏绿的，和这个沙色呢非常的搭配，感觉浑然一体的。而 T-Sauce 呢没有使用那个偏白色的搭配，我认为这个握柄的颜色呢是我喜欢的那个搭配。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瞄具，这个瞄具呢就是一个白色的点，和原版比起来，原版是有一个夜光的。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这种3点的瞄具，我认为是非常精准的。夜不夜光倒是真的没有所谓。这个功能方面，这3点和 Colt 那个版本用起来就是差不多的。好，我们再看这个滑套上面是没有 Colt M45A1 那个字样，因为这一把呢不是 Colt。虽然啊 T-Sauce 也
使用了 Cerakote 的那个表层处理方式，但是呢，希望它不要像 Coat 那样容易的脱落。如果脱落的话，那样的话就非常的不美观。但是呢，它整体的这个涂层的做工呢是非常的不错的，镀层呢也是非常的平整。M45A1 有的呢，它也基本上都有了。比方说这个沙漠色的表面处理，还有呢就是底部附件1913这个 Picatinny Rail。虽然呢我是不会把它 mount 任何的灯具啊，但是呢我认为这个 Picatinny Rail 让整把枪看上去呢非常的 tactical， 同时呢也会让这个枪的枪口部分偏重一点，就能帮助枪口呢不要上扬的太厉害，也就变相的帮助手上感觉到的后坐力。滑套上面呢也有前后的手抓槽，很好，很防手滑。我特别喜欢前后都有手抓槽，给人一种很平衡的感官。我们再来看这个黑色的长扳机啊，用的是实心的铝合金，黑色和上面的描具呢稍微是有一种呼应的感觉，所以它全黑色也不会太突兀。我个人不是很喜欢那个镂空的扳机啊，英文里面呢叫它 skeletonized trigger。实心的黑色呢简单也优雅。我们再来看一下那款短扳机，说实话我也不是很喜欢 M1911A1 的短扳机。我们来比较一下，长的扳机呢让我的食指更自然的搭在上面，可能短扳机对于那些食指稍微偏短的人会友好一点。Bella 的食指呢是相对有点长的，虽然呢我不喜欢这个镂空的扳机啊，但是我很喜欢它这个镂空的 hammer， 它更加的圆滑一点，可以减少勾住衣物的可能性，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上面是有纹路的，让你的大拇指呢更能借力啊，而且不打滑。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这个延长的双向拇指保险，这里有的，这里也有的，英文呢叫做 Extended Manual Safety， 它这个 safety 啊是做的非常的好，听一下。拨上去的感觉呢是非常的正向的，是有一点重量的，非常的严谨，不像那个 Smith Wesson 22那把枪，那个 safety 呢感觉就像一个玩具一样。不过呢我也不是左撇子，所以这个双向的对我来说呢没有什么用啊。我要选的话呢，我会选单边的延长拇指保险，还能让枪呢稍微更薄一点。好，我们再来看这个 Beaver Tail， 叫做 Extended Beaver Tail， 也是一个延长的，它这个延长呢更像是做了一个球面的Beaver Tail， 它非常的圆滑，完全都没有 sharp edge， 而且这个延长的 Beaver Tail 呢，让手更加的可以握上去一点，让你呢非常有一种掌控感。同时呢，这个 Beaver Tail 呢，让你不会觉得手呢会受伤，不像原来的那个1911A1，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很多爱1911人士的虎口呢，都会有一个1911产生的 mark， 所以呢，更让我喜欢这种 Extended Beaver Tail 的设计。好，我们再来看这个握柄的 safety， 叫 Extended Grip Safety。延长的握把保险，这个弹簧呢也是感觉有一点重量的，而且呢不用担心没有握紧导致没有激发的那个状态。原版1911那 Grip Safety 是不是有一点窄，会有担心没有握牢啊，然后打不响。Novak 3点瞄具，不像老版的那个 M1911A1 上面的那个瞄具啊，他们叫 GI Sight， 也就比没有好一点点吧。好，那我们就再来看一下这个握柄。刚刚呢简单的聊一下这个握柄啊，其实它叫沙漠迷彩的 G10 握把，摸起来呢非常的舒服啊，摩擦力呢也很够，也没有老款1911那个木柄的握把那么扎手。它的一边呢有一个拇指的 cut， 它这个 cut 呢就是让你的拇指能更好按到它那个 max and release， 对拇指短的人呢就稍微友好一点，但是它不是 ambi 的，它这一边呢是没有的。再来看一下握柄的底端有一个小的圈圈，这个叫吊绳环，一般军用的枪支呢都会有这个小圈圈啊，以防这把枪掉了，那种古代留下来的这一个特征。但是呢在现代手枪上面啊还是继续了沿用了，就像法国军队版本的那个格洛克17呢也带了这个小小的环啊，还好他们没有选 SIG 的 P320。 Beretta M9 呢也有这个小小环。再提一句啊，这把枪的 frame 也好啊，还有它这个 slide 也好啊，全部都是锻造的，绝对是一把非常非常耐用的一把枪。以上呢其实都是我提到这把枪和 Colt 那个版本非常像的一些地方，那不同的地方有没有呢？其实也是有的。比方说呢 M45A1 应该是 Colt 80系列的内部构造，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应该有一个撞针保险，而 T-Source 的这一款呢是70系列的内部构造，是使用钛合金的撞针，就是稍微轻一点，防止这个枪口掉在地上之后走火。好，那我们现在呢就用夹子弹
来试一下它的扳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magazine， 它是 TSOS 原厂的这个 magazine， 这个表面处理呢也是非常的平滑。我们把夹子弹，然后呢也是很好压，送进去呢也是非常的顺利，稍微有一点黑色的底露出来，然后底部是黑色的。Trigger 是黑色的，然后它这个瞄具也是黑色的，非常漂亮的一把枪。Pre-travel 是非常的短，然后我们给一点点力，非常的清脆，非常的短，也非常的平滑，感觉非常非常的好，一点都没有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那种感觉。这把枪的扳机呢，差不多在5磅左右。它非常的脆，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一个好的扳机的话，一定要试一下1911的扳机。1911的扳机啊，绝对是所有发烧友对它喜爱的原因之一。作为呢一个 combat 的 pistol， 5磅左右呢算是正常。如果是比赛类型的手枪的话，那一般呢是在3磅左右了。对于一把$500左右的手枪而言啊，我真的是很难想象这把枪的质量会这么的好。我也看了一些其他 YouTuber 对这把枪的评价。简直就是好评如潮，一致好评。如果我要再挑剔一点，对它提出再多的一个要求的话，我会比较希望它有一个 grip round checkering， 就像这次SHOT Show 春田出的 TRP 是差不多快要$2000的那把枪，是 TSOS 这把3倍左右。不过对于这把枪来说呢，其实我也有不喜欢的地方，比如说它这个 MB safety， 我不是左撇子，我没有这个问题啊。但是如果是左手握枪的话，其实它右边的这个 safety， 它是一个缩小版的，我的左边的大拇指并不能很好的去使用这个 safety， 像左边的这个 safety 呢，它的利用率是非常好。再来呢，如果我是左撇子的话，我的大拇指是无处安放的，它也没有任何的 indicator。还有最后一点我不喜欢它的地方呢，就是它右侧的这个 safety 没有把它给磨平，而 Colt 的那把枪呢，就有把右边的 safety 给磨平。好，那最后，如果大家因为情怀想买一把 M45A1 复刻的话，那这把枪的性价比呢，绝对是无可挑剔。1911的枪型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枪型。从1911A1 比较原始的那个形态，到军队最后使用的这一把 M45A1， 这一把呢，基本上什么现代的 feature 呢，它都有了。它主要部分的设计理念呢，还是保持了博朗宁设计的概念。1911呢，除了全尺寸的版本之外呢，它其实还有其他 compact 紧凑版本的设计，很多品牌呢也都有做。我习惯统称它们为 Colt Commander Model， 左边呢是 Government Model， 然后右边呢是 Commander Model。近几年看呢，2011的兴起，2011呢基本上就是1911的一个 Double Stack 的版本。我认为呢，2011也给1911带来一个新生啊，谁知道以后2011会不会成为军方的一个青睐，得到美军的一个认可，重新续写1911的这个传奇。好啦，那以后呢我们会有机会再聊1911的这个话题，有可能还会带来 Staccato 2011。好，那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